朋友们，放生究竟能不能帮我们增添福报呢？在当下的时空节点呢，很多人都想通过放生来给自己积福报，于是各种所谓的放生组织由此而生。放生仪式呢，也是一个接一个。那么放生究竟能不能增添福报呢？或者说什么样的放生才能增福呢？首先，如果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积福，那放生就成了交换的形式。走形式怎么可能如你所愿呢？尤其是放生，你为了贪图福报，一旦放错了，那带来的后果可就不是发财了，就变成破财了。正确的放生呢，对放生者来说确实有很大的益处，因为被放者无论是人还是动物，确实因为你的一个举动而得到了自在，产生了欢喜心。这股发自内心深处的真正感恩的能量波，会自动地找到你，跟你迅速匹配成一股正能量，成为你的福报。但是记住，即使增添了福报，也不一定能发财，可能有财运，但不一定能发起来，因为还要看你其他方面的德行够不够。所以我们不要一心求财，但是一旦你放生放错了，那自动给你匹配过来的可就是负能量了，不仅你发不了财，还会让你霉运当头。那哪种情况是错误的呢？首先，放生有利于自己的私心，这个其实没关系，因为真正救命的功德是不打折扣的。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在救命，这个真相上天会看得非常的清楚。你比如有放生鱼类的，对吧？个别的这个放生团队呢，是从固定的商贩那里专门采购的，甚至提前的预约好，然后买了放掉，之后这个商贩再从其他的地方打捞上来，供你下次放生。这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产业链。什么是产业链？就是这个商贩打捞鱼的目的不是卖给饭店了，不是送上人们的餐桌了，而是打捞上来专门供你放生用了。你还傻呵呵地装作一副很有智慧的样子，那有人就会问了，我放生是我的事，他们抓是他们的事，我积我的德，他们造他们的业，我的善心是正的就行。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来看一下。首先，这些鱼就因为你的一个所谓的善举，被无情地从别处捞上来，又被你无情地折腾的一路放了回去，而且放的地方不一定比原先的地方容易存活，等于一直在被你折腾，有的扛不住的直接在路上就没了。你说这种放生不是瞎折腾是什么？还有的呢，也不管什么品种，也不了解一下适不适合在放生的地方生存，直接买了就放，你想想后果能好吗？那怎么才算是正确的放生呢？其实放生很简单，就是真正的去解救。如果是小动物，就真正的从屠刀下，或者从危难中把它解救出来，让它真正的能体会到被解救的幸福感，而不是被折磨到头的悲催感。比如你是放生团队，一定要了解清楚放生对象所适合的生存环境，再就是不能从固定的商贩那里采购，更不能提前预约。为什么不要预约呢？就拿鱼来说吧，比如你是鱼贩子，平时呢你一天可能呢也就卖个几百斤，但是我给你预约了，后天我要2万斤鱼，你说这突然多出来的19000多斤鱼从哪弄呢？肯定连夜动用人手从河里捞呀。那么我所谓的放生的鱼，就等于从你那个河里转移到了我放生的这个河里，对不对？只是做了个转移而已，那就失去了放生的真正的意义了。所以一定要从不同的地方随缘解救，一定要随缘，不要贪图方便直接预约好，去了直接装车走人。你们是方便了，
那些被放的活物可就倒霉了。你认为你发心是好的，但你做的这个事跟你的发心真的契合吗？如果不契合，你发的心就是造业，本来是好事让你做成了坏事。就算有一部分能种点善根，但你的行为产生的负能量要远远大于这个正能量。所以一定要真心的放生，千万不要走形式，不然你放一辈子也增添不了福报，甚至越放越不如以前。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，只要有缘遇到，无论什么活物直接解救，数量不需要太多，救一个就是一个的功德。而且呢，这种救命的功德是不打折扣的，救了就是救了，炫耀也没事，骄傲也没事，不像其他的善行，做完了忍不住炫耀，那10分的功德呢，立马降了5分。但是救命的功德不会减，但是有一点，一定要怀着感恩的心去解救他们。为什么要感恩呢？因为没有他们，你就没有办法从放生这里获得积德的机会。所以在你去放生他们的时候，一定要真心的感恩他们。另外一种方式呢，是改善自己的行为。比如苍蝇飞进你的屋子，你能拍它，但是呢不拍，而是把它赶出去；蚊子落在你身上叮你，你能拍它却不拍，只是把它吹走。刚下过雨，看到马路上有爬出来的蚯蚓，捡起来埋到土里，这些都是在放生。同时呢，放过总爱记恨别人的自己，放过在贪欲中迷失的自己。只要你能放过自己，也是一种放生。再就是呢，放过你心里的一切仇恨，这都是放生。而且呢，是大放生，因为恨一个人会消耗大量的能量。当你的能量消耗成负数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感召来负面的人事物，进而呢增加你的负能量。所以你身上的负能量越多呢，你越倒霉越不顺。但是在你养成放生的习惯的时候呢，你的慈悲心就会生发出来。这种慈悲心呢，会让你很踏实很欢喜。在你欢喜的同时呢，会转换成一种大爱。这种大爱的心境会让你喜欢做更多利他的事。财富怎么来的呢？你帮别人解决的问题越多，你的财富自然就越多。因为这种大爱的心境会自动感召更多的正能量磁场跟你匹配。原本世间的万事万物呢，都是先折射到人们的心境上的，然后再通过心境的感知，再显化出一种新的心境上的万事万物。所以你的心境变了，看什么都是美好的，什么都是最好的安排。这就是境随心转。就好像当你心情特别好的时候，比如说发了一笔大额的奖金，你是不是看谁都特别顺眼了？平时计较的那些小事也就都不放在心上了。老公也帅了，孩子也可爱了，就连马路上瞎跑的野狗都散发着无限自由的气息。相反，当你在单位憋了一口气的时候，你再回家看看老公是不是哪都不顺眼，孩子也调皮不听话，你说老公还是那个老公，孩子也还是那个孩子，什么也没变。为什么你看到的就不一样了呢？就是因为你心的频率不同了。所以当你保持这种大爱的心境的时候，你内心的频率就是正向积极的，你外境的一切人事物就呈现出一幅和谐相融的景象。任何负能量到你这都会自动转化成正能量。你的心豁达了，通透了，自然就会活得舒服了。舒服的数字怎么写呢？一个舍字，一个予字，对吧？舍就是舍的，予就是给予。只有你舍得给予，你活得自然舒服，自然潇洒自在。由于你的心境改变了，
本来贪财的你呢，可能也就把财富看淡了。当你把这些一直困扰你的欲望都看淡的时候，健康、财富、名誉以及各种福报反而不请自来了。你不想要都不行，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